女友的生日宴上，他白月光问他有什么心愿吗？女友认真回答，想和你复合。宴会一片死寂中，女友才反应过来，冲我解释，江宇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你千万别当真。我笑着回答，别呀，我可不想拆散你们这对有情人，放心，我会大方的给你们腾位置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段云烟生日的前一天夜里，她回家很晚，一回来就扎进了浴室洗漱，但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却始终震动个不停。我从来不看她的手机，但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生出了想看看的心，便低头看了眼屏幕，然后我便发现了她手机上的求助贴，跟男朋友在一起很长时间了，日子过得越来越没有感觉了，想跟他分手，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。正好1个月前，我的白月光回国了，他一回来，我们就私底下约了见面。我发现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只有他才能让我心动。在线求助各位网友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男友主动提分手的？我往下一翻，大多数评论都是对他的嘲讽和谩骂，真奇葩！这年头劈腿的女人胆子都这么大了。段云烟还在评论区下方跟网友们争辩，世界上有几个女人不希望拥有爱情？我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，有错吗？你们说我对不起现任，的确，跟他在一起的这几年，他对我挺好的，几乎是有求必应。但问题是，我根本不爱他，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，我都觉得度日如年。当时看到这几条消息的我如遭雷击，大脑空白了很久，才勉强找回自己的神智。自从苏安回国后，段云烟对我越来越冷淡，也越来越没有耐心，甚至会莫名其妙地对我发脾气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惹他生气，直到看见这些评论，我才知道，这些年每天都跟我生活的女友，早就在心底对我产生了厌烦。我这几年来的真挚与付出，彻底沦为了一场泡影。我坐在床上，脚边是一地的烟头。段云烟有哮喘，为了他的病，我已经有3年多没有抽烟了，但今晚不抽，我怕我撑不下去。段云烟从浴室出来，看见满是烟雾缭绕，脸色顿时变得嫌恶。江宇，你有毛病吧？你在家抽什么烟？我有哮喘，你不知道。我冷笑，你笑什么笑？你是不是早就想分手了？所以你故意的？没有，只是心情有点不好。我没有想跟他分手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确实很爱他，我只是很难过。你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有这时间，你不如想想我的生日。是啊，他快过生日了，今年又会跟往年一样嫌弃我吗？段云烟的生日宴上，请来了很多老同学，他的白月光也来了，说不出来什么心情，只觉得讽刺。酒过3巡，其他同学想玩点游戏，就选定了真心话大冒险。段云烟输了，他红着脸。真心话，其他同学见状都兴奋起来，得让苏安来问吧，那时候他俩不是挺要好的吗？见状，他白月光问他有什么心愿吗？女友认真回答，想和你复合。宴会一片死寂中，女友才反应过来，冲我解释，江宇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你千万别当真。我笑着回答，别呀，我可不想拆散你们这对有情人，放心，我会大方的给你们腾位置的。说完这话之后，全场都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在我的身上。成年的同学们纷纷朝我看来，有人认出我，这不是段云烟的男友吗？我随意摆了摆手，大家可别这么喊，看今晚这情形，我很快就不是她男友了。
所有人面面相觑，气氛变得尴尬极了。一旁的段云烟却变了脸色，不顾身边人的阻拦，端起一杯酒泼在我的脸上。江宇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都说了，我不过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说这种话是想恶心谁？我真后悔答应你的追求，这么多年，你依旧是个小心眼的人。酒水顺着我额前的发梢滴落，此刻的我看上去就像一只落水狗一般狼狈。见我被泼了酒，其他同学赶忙打圆场，我们就是开个玩笑。对，我们刚才都是开玩笑的，你们小两口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玩笑话吵架了。没错，都怪我们这张嘴，喝了酒就没个把门的。我似笑非笑地哼了声，开玩笑吗？但我看有人当真了呢。我微微侧目，看向站在一边的苏安，他眼里带着明晃晃的挑衅讽刺。江宇，你有完没完？大家不过开个玩笑，你至于摆出这么一张臭脸，站这儿阴阳怪气吗？段云烟理直气壮的模样让我哑然。这几年段云烟被我惯坏了，宠得无法无天，只要心情不好，不论什么场合，不论有没有外人在场，对我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将我作为男人的尊严践踏在脚下。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，是认为我会像以前一样低头认错。看到我这么狼狈，他没有任何慌乱，反而抬着下巴，高傲地等我向他道歉。恋爱谈成这样说出去，的确很丢人。我拿过一旁的手帕，擦了擦额头上的酒水，声音冷漠：“你们俩也算有情有义，郎才女貌。我要是拆散你们，岂不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？正好，今天这顿生日酒席，就当我送给你们的祝福。”我拿起酒杯，冲苏安举了举：“苏安，恭喜你，终于要复合了。”谁都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包括苏安本人，他本意可能只是在段云烟生日的日子狠狠膈应我一下，可没想到最后被架起来的却是他自己。江宇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云烟从来都没有什么，我们之间只是好朋友。你要是开不起玩笑，我跟你道歉不就行了？段云烟哪里舍得自己的白月光在我面前委曲求全，像是护犊子的母老虎一样挡在苏安身前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那种由内而外的厌恶让我心里微微刺痛，似乎我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。好好的生日宴让你搞成这样，你满意了还不赶紧给我道歉？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泛红的脸，我心底一片冰凉。他看着我开口：“还有你准备的礼物，又是这些没用的东西。”我说了我不要。看着他将我的礼物扔在地上，我自嘲地笑了下。去年段云烟过生日时，我给他精心挑选了昂贵礼物，他却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江宇，你一个大男人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有意思吗？你有这闲心，还不如多想想今年的工作。当时我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，反思了很久。如今一想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收礼物呢？只不过我不是苏安，永远也无法让他满意罢了。以前的他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俩也曾甜蜜过，热恋过。可自从苏安回国后，他就像换了个人，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。半个月前，我突发胃病被送进急诊，深夜给段云烟打电话，我不放心她的安全，一路叮嘱。但当她走进病房时，我看到的是他们二人紧紧交握的手。段云烟说，苏安并不是故意抓她的手，是因为车来的路上太快了，有些害怕。如果没有瞧见苏安挑衅的眼神，我或许就信了他的话。我不止一次提醒段云烟要跟苏安保持距离，他刚开始还答应得好好的，会主动跟我解释，
可后来次数多了，他就开始不耐烦起来。我明明跟你解释过那么多次，你为什么还不相信我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？你要是怀疑我，不如早点跟我分手。吵得激烈时，他甚至还会甩门而去，彻夜不归。这么多年，我对他所有的付出，还比不上所谓的白月光的几句话。我的女朋友都要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，我还得装作大度，装作无事发生。眼看着他又要开口，我直接打断他：不用，既然你们两个有情有义，我就干脆成人之美。说罢，我直接拿起外套和车钥匙，径直离开。也许是没想到我会丝毫不给他面子，段云烟彻底怒了，在我身后暴跳如雷：江宇，你要是今天敢出这个门，我就跟你分手。我的脚步停顿，段云烟以为我后悔了，立刻得意起来：后悔了，后悔了就自己滚回来，给苏安认错。可我只是转过身，笑得一脸讽刺：好啊，分手吧。说罢，我把之前他送我的廉价项链扯掉扔在地上，而后径直离开。我虽然很爱段云烟，但我也不是冤大头，他们这么给我戴帽子，我还能无动于衷？我还要笑着配合？既然如此，倒不如干脆放手。我和段云烟几年的爱情长跑中断，我只是在房间里一张张地删除着我和段云烟的照片。心寒吗？当然，我很早之前就知道，段云烟心中最爱的人不是我，是苏安。只是过去的几年时间里，我以为自己可以用爱将段云烟感化，让苏安成为插曲。可苏安出现了，还是那么英俊，帅气十足。时间一晃，已经过去了半个月，也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。也不用每天思考早餐给他做什么，午餐给他做什么，也不用每天沉浸在看到帖子之后的焦虑。叮咚，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，是我的微信。江宇，半个月了，你已经反思好了吧？我皱起眉头。生日那天，要不是你无理取闹，那么小心眼，我跟苏安的关系也不至于闹僵。如果你现在跟我道歉的话，我也不会去计较那些。但是我爸妈那边，你还是要去见一见。你不是要跟我求婚吗？最好带点好烟好酒。段云烟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现在说这些已经不合适了。电话那头静了一瞬，随后传来段云烟的怒吼：你有完没完？我是不是给你好脸有点太多？凭什么说分手就分手？在外面这半个月，你有给我打过电话，发过一条消息吗？你这个男友做得称职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跟他在一起的几年，他什么要求我没满足？他生理期痛，我就给他各地找出名的中医帮他治病。他吐槽上司对他严厉挑剔，我就偷偷瞒着他，给他的上级送礼，是为了让他能在公司好过点。为他做了多少事情，我到现在早就已经数不清了。但我做了这么多，最终只换来他嘴里的一句不称职。这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我挂了。江宇，他明显急了。我之前只不过是开玩笑，你至于这样吗？能不能改改你那小心眼的脾气？你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放在哪？你是不是变心了？还是说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才这么着急甩掉我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，在你身上耗费了这么多年的青春，你休想摆掉我。他说完，便怒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。我苦笑，我们相爱的这几年算什么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曾经说过希望有个自己的小家。那时的他风趣幽默，漂亮大方，我喜欢他也很正常。我也知道他跟苏安之间的事情，那时他家里出了变故，母亲病倒，需要一大笔钱，
苏安觉得承担不起，就选择了跟他分手。他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在上学期间不断兼职。我心疼他，心疼他一个女孩过得辛苦，就主动接近他，想替他分担一些压力。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所以我对他更加用心。只要我一直对他好，他就会忘记苏安。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又如此残酷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既然要断，就断个干净。我拉黑了段云烟的所有联系方式，但是我没想到段云烟会因为我把他拉黑就更加愤怒，开始疯狂地用我生号码给我打电话、发消息，拉黑一个出现一个。刚开始是斥责怨恨，后来就变成了好言的恳求。江宇，你就是个骗子，小人，不是说好照顾我一辈子吗？说分手就分手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江宇，你不会真这么小心眼吧？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还在生气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都主动来找你了，就不能看在感情的面子上算了吗？让我干什么？能不能直说？对于他的这些短信，我就当没看见，每天正常生活，上下班，放假了就去周边的城市散心。直到我爸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支支吾吾的想让我回去看看，说是老家有事，让我回去处理一番。当我回到家之后，看到的就是系着围裙的段云烟，还有桌子上的礼品。看见我，他立马笑着出来迎接我。江宇，你回来啦！我有些不满地看着他。段云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江宇，你把家里的密码改了，是不是？他靠近我，用着我们两个才能听见的声音说，要不是你不让我进家门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不会来这里。我只觉得烦躁，他好像听不懂人话。行了，你赶紧走。凭什么？段云烟不满地瞪着我，凭什么你说走就走？上次的事情我已经解释了，阿姨都说你不懂事，要不是你小心眼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未婚夫妻了。我无意与他争辩，只想让他快点离开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我妈担忧地走了过来。小雨，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事情好好说，一个女孩子跑这么远来找你也不容易，你们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有什么事情是说不来的？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我看着我妈，有些烦躁地皱眉。段云烟此时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，看吧，你妈也向着我。我意味不明地笑了下，问我妈，她是不是跟你说她跟朋友之前开了个玩笑，我就生气了？我妈一愣，对呀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，就连她怎么跟我妈说我也知道，她惯会这样避重就轻。那她有跟你解释她嘴里的朋友就是她前男友吗？他们两个在生日宴上姿态亲密，说着要复合，又觉得我小肚鸡肠。妈，我会跟这样的女人好吗？我妈的脸一下就沉下来了。是这样的吗？段云烟有些心虚，眼神闪躲。阿姨，我们都是喝多了开玩笑，喝多了的话不能当真的。我不想当着我妈的面跟她吵架，也不想说这些事，于是就把段云烟拉出去了。江宇，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？其实我想让你做的事情也很简单。他眼睛一亮，真的，无论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。那你跟苏安现在立刻马上断绝联系，以后也不要有任何交集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打断他的话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气红了脸。江宇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别太过分。苏安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反倒是你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。我们两个就只是开个玩笑。我闭了闭眼，忍住自己愤怒的情绪。我就知道
他还是会这样。段云烟挣脱我的手，还有你妈刚刚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他愤怒地看着我，是怀疑我跟苏安有一腿。我跟苏安什么事都没有，凭什么怀疑我？我现在没精力跟他探讨这些，也不在乎这些。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明白？我们之间没可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我的身上了。在我眼里，你做的这些都没有意义。段云烟脸色一白，眼底里有湿润慢慢弥漫上来，鼻子通红一片。江宇，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？我不相信你就这么放弃这段感情了。以前你明明最疼我了。我唇角嘲讽地勾起，原来你也知道那是以前啊。闻言，他身体摇晃几下，险些没站稳。江宇，我跟你道歉，能不能不要跟我分手？讲真的，我跟段如烟谈了这么多年的恋爱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恳求我。曾经的他只会趾高气昂地等着我主动低头，如果我不低头的话，他就会用分手来威胁我，不是打就是骂，甚至还经常摔东西。可是现在这些我都已经不需要了。明明以前最爱我了，你明明跟我保证过，永远都不会抛下我的，你忘了吗？段云烟，你问这些话还有意思吗？我声音淡淡的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跟苏安真的没有什么，真的只是开玩笑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。他说到激动处的时候，抓住了我的手，我狠狠地推开，向后退了2步，保持我们之间应该有的距离。只要苏安在，我们之间的问题就会反反复复地发生，一遍又一遍。我不想重蹈覆辙，你也好自为之。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，我没有必要一直去重复，我也不想去伤害我自己了。最后，段云烟还是回去了，以至于我妈问我2个人谈得怎么样的时候，我还是跟她说了实话。我妈也只是叹息了一声，皱了皱眉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但是我知道，她其实心里也不好受。自从把话说开了之后，我又恢复了安静的生活，一连着2个星期都没有再遭受到段云烟的骚扰，工作上的事情也很顺心。直到这天，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江宇，你看段云烟的朋友圈了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我没事看他朋友圈干什么？对于我们2个分手的事情，我的朋友早就已经知道了。知道这些事情之后，他也只是唏嘘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就看看吧。挂断电话之后，好奇地点开了朋友圈，心动的选择才是最正确的。配图是他跟2个人亲密的照片，看来他果然还是选择跟苏安联系。他之前跟我说的话，不过就是为了稳住我，不想跟我分手。事到如今，我也觉得无所谓了。再次见到他已经是3个月之后了。我在单位组织的医院里例行检查，看见他面色苍白，似乎是生了一场大病。看见我的眼睛一亮，江宇，你是不是知道我生病了，所以特地来看我的？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，你要是不想跟我分手，对不对？我并没有理会他，就当我想往前走的时候，他拽住了我。江宇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我有点不耐烦，你不是已经跟苏安在一起了吗？还缠着我干什么？我没有跟他在一起，我们2个以后永远都不会有可能，我一定会跟他断了联系的。江宇，我知道你在意这种事情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他小心翼翼的神色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。我此刻只想离开这里。不可以，我淡淡的开口，随后直接转身离开。但我没想到段云烟这个人竟然如此执着，他还特地来到我办公室里找我。这是我按照你的尺寸给你买的西装，你试试看合不合身。他将手里的东西递给我，换作以前，
我肯定迫不及待地迎上去接过他手里的东西，但是现在的我一动不动。段云烟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她自己主动过来，想要把衣服往我身上套。我连忙阻止她的动作，接过西装，但是看到西装上的尺码，我当时就觉得好笑。这是我逛了一下午之后给你挑的，你觉得好看吗？西装的尺码小了1号，如果我硬要穿的话，会很挤。这根本不是我的尺码，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尺码应该是苏安的。我也瞬间明白过来，所谓的逛了一下午，不过就是一个敷衍的结果。衣服尺码不合适，根本不是我的尺码。段云烟愣住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可能啊！”苏安明明，他才像是刚刚意识到自己在说了什么，连忙住嘴，猛地抬头看向我：“江宇，你听我解释。”可是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继续搭理他了，说再多不过是狡辩，浪费时间罢了。段云烟不耐烦了，一直以来都是我讨好他，对他百依百顺，给我买衣服，在他看来已经是自己做出最大的让步。见我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段云烟终于爆发，狠狠将衣服甩在地上。江宇，差不多行了，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没让你道歉，我无语。江宇，他气得面色发白，我还是把他赶出去了。本来想着平静一段时间，但我妈每天都给我打电话，她让我去相亲。她一把年纪，只想能在有生之年看着我结婚，可偏偏我分手了，到手边的儿媳妇没了。我妈急坏了，我实在敷衍不了，只能答应见一面，这样也好交差。坐在餐厅里，我难得有些紧张，心想一会儿该怎么跟对方说明自己是被逼着来的。你好呀，又见面了。俏皮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，我一愣，抬头一看，俏皮的大眼睛眨呀眨，一时间我竟差点认不出来是你。故人重逢，竟然在这种情况下。洪欣欣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在我对面款款坐下，这不怕某人失恋后伤心难过，正好我妈推你的照片给我相亲，我就来安慰一下喽。相亲对象竟然是年少时候的同桌，这个惊喜我还没有缓过来，可很快我心头就浮现一丝疑惑。你怎么知道我分手的事情？洪欣欣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。你猜？我仔细思索了一番，摇了摇头，笨死了。但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洪欣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同意相亲，大概是为了当时的遗憾吧。洪欣欣嘻嘻一笑，可这别有深意的话却让我摸不着头脑。洪欣欣并没有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多说，我们聊起年少时期的事情。那时候的洪欣欣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温柔，反而像个男生。我当时经常埋怨，你个母老虎，以后看谁敢娶你。他却毫不在意，没人娶我就打你一辈子，反正你抗揍。谈及往事，我心中一时间思绪纷飞。当年我爸妈还要帮我跟你定娃娃亲呢，谁知道被段云烟截胡了。洪欣欣笑了笑，眼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思绪。我没有接话。多年过去，物是人非。然而下一秒，我听到他小心翼翼开口，我今天之所以赴约，只想问你一句话。他看着我，眸子里满是认真。当年的娃娃亲还算数吗？我脑海中仿若有雷霆划过，心脏也剧烈抽搐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江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洪欣欣疑惑地看着我，我正犹豫该怎么跟洪欣欣解释清楚，没想到段云烟下一秒却炸了。江宇，他谁呀？我俩才分开多久啊？你又找了个女朋友？段云烟怒意冲冲的质问打散了我原本准备的副稿。我有些生气。段云烟，
你够了！我们俩当初的分手是你提的，现在你又有什么立场质问我？”段云烟红了眼圈，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。江宇，我那时候说分手只不过是气话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们那些美好过往都是假的吗？我偏开脸，反正在你心里，苏安才是最重要的男人，不是吗？段云烟面色陡然变得苍白。好，江宇，你可真会倒打一把，我没想到你竟然会是这么一个狠心的男人。他扭过头对洪欣欣说：“身为女人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有些人小肚鸡肠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”我怒气一阵翻涌，刚想让他闭嘴，别胡说，便听见洪欣欣平静温和的嗓音传来：“谢谢你的提醒，不过我有眼睛，江宇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。”段云烟气冲冲地走了，我惊愕看着洪欣欣，她对我眨了眨眼：“怎么说你现在也算是我朋友？我可不想看到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前女友欺负。”“谢谢。”我真诚地道谢。之后我跟洪欣欣两个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，我也知道了段云烟现在是彻底跟苏安在一起了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，两人经常分分合合，但是感觉上挺好的，只要他不骚扰我就行。我跟洪欣欣在一起了，性格合得来，能聊到一起去就谈恋爱了。况且他还是我熟悉的人，最主要的是我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他是喜欢我的。很久没见到段云烟了，但是我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在我新家附近遇见。他握着一份检查报告，面容枯槁，神色憔悴，已经全然不像是我记忆里的那个他了。我本想装作不相识，就此别过，可段云烟却注意到了我。江宇，他一开口，我就知道躲不掉了，只能是笑笑，缓步上前，像见到许久未见的故友似的说了句：“是你呀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”我本以为他至少会应和着说句还好，谁曾想他哽咽着声音，良久，竟然红了眼眶，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来了一句：“苏安他不要我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却并不意外，毕竟这不过是意料中的事情罢了。可段云烟却哭得厉害，她说：“苏安那个人渣，玩他就把他给撇了，还骗走了他所有的钱，转头就和一个千金小姐劈腿了。他气不过找上门去，却被人轰了出来。后来又觉得身体不适，来医院检查完，又发现自己得了治不好的脏病。”听到这，我心头没由来的微微一痛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说了下去。“江宇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”段云烟哭着对我说：“除了你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他说着我以前待他的好，可我听着却总觉得刺耳。“是，你知道我的好了，可你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？”我气不过，可段云烟却趁着我分神的空隙，突然抱住了我。“江宇，我们和好吧。”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。我还以为我听错了，可段云烟附在我耳边又说了一遍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和好吧，好不好？以前是我的不对，但我保证和好以后我会对你好的。”多讽刺！现在被白月光吃干抹净，玩烂了，又来找我接盘。我推开了他：“不可能的，段云烟，我们之间已经完了。知道他心里有别人，我一直待他如初，都没能换回他的真心相待。这么多年的烂好人，我早就做够了。可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段云烟苦苦哀求。我有些烦了，甩开他的手：“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过段时间就打算结婚了。”我几乎是吼着说完这句话的：“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
不想和他再有纠缠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洪欣欣出现了，我立刻跟他解释事情的始末。他笑了笑，在包里掏出了结婚请柬给段云烟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希望到时候你能过来。你跟阿宇之间的事情早就已经是过去式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不在意，但是未来他已经有我了。说着，洪欣欣一脸甜蜜地夸住了我的胳膊，我看着他温柔地笑了笑。段云烟似乎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这一幕，他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女朋友，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是后来想想又沉默了下来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过去的。还有江宇，曾经发生的一切，我现在真挚地跟你道歉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对不起。他离去的背影显得如此萧条，这么看来真的是瘦弱了不少。怎么了？难道还有点舍不得吗？洪欣欣撇了撇嘴，吃醋地看向我。我笑着摇了摇他的胳膊，当然不是，只是过去了这么久，大概有些感慨罢了。你要是敢有别的心思，今天晚上回家就跪搓衣板吧。我笑了笑，我哪敢呢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两个人都在忙着结婚事宜，婚纱、钻戒、敬酒服、伴郎伴娘、小花童，两个人忙得脚不沾地的。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倒头就睡。我跟欣欣结婚的消息也告诉了曾经的那帮同学，那帮同学在我的婚礼上个个都很惋惜。我当时还以为你会跟段云烟走到最后呢，结果你们两个真的分手了。当时大家都喝多了，其实也只是个玩笑。说什么呢？江宇都要结婚了，你现在说这些就不合适了。知道自己说错话的人连忙自罚3杯，抱歉抱歉，有点口无遮拦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多说些什么，那些我早就已经不在意，所以也没有必要在别人面前说什么。他们打探事情的态度，我早就已经看穿了。洪欣欣换好了敬酒服之后，忙不迭地来到了我的身边，说什么可不可惜的呢？我也来听听。他一点都没有生气的意思，反而是笑意盈盈地看着那些人。别人都夸我娶了个好老婆，段云烟并没有来我的婚礼，我早就已经料到了，而且我也并不希望他过来。我害怕对方会因为恼怒而做出什么事情，破坏掉我的婚礼。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反而觉得他现在应该什么都不会做。我的妻子当然明白我的想法，她只是感到有些无奈。我并不害怕承担风险，但是如果是在这样的大喜的日子里，我还是有必要谨慎一下。结婚之后，我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不但升职加薪，而且升职这天回去的时候，老婆还给了我一个惊喜，她怀孕了，我要做爸爸了。晚上，我跟我老婆2个人在散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我顿时愣住了。段云烟，她看到我的时候也明显愣住了，原因无他，只是我看到她现在似乎是在摆摊，只是生意看起来有些惨淡。好久不见。段云烟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决定打声招呼，好久不见。这算是唯一一次我们2个人见面之后好声好气地说话。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得知他因为身上染了脏病，没有积蓄，所以并没有选择及时治疗，别的地方都不要他，所以就自己拿着唯一一点钱开了个小摊，打算维持补贴。他现在的生活过得确实不如以前风光，现实早已磨平了他的傲骨，让他的脊背弯曲。最后，妻子实在是看不下去，给他塞了500块钱，放在怀里。我知道洪欣欣善良，但我没想到他会做到这种地步。那次婚礼你没来，
这500块钱就当请你吃一顿好的，也算是参加我们的婚礼了。”段云烟低头看着手里的钱，并没有吭声。直到我们走出去一段路，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：“谢谢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”看着这条消息，我跟妻子相视一笑。那当然了，我娶了自己最爱的人，现在有了家庭，未来还会有孩子。我现在对自己的人生非常满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